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在2022年7月7号上映的影片《身心障碍证明有何用途？有9大方向，超过40种服务》这个影片当中，其中有关于就业服务的流量非常的高，或许大家对这个议题有特别的兴趣，就先来和大家谈一谈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服务。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所以会分数部影片来做说明，敬请期待。我们先来谈一谈台湾的就业服务与养成，听起来很文绉绉的，还是需要知道一下会比较好。如果喜欢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，打开小铃铛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看了影片有任何的问题，请直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我们开始吧。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融合教育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接受教育的一种教育模式。这个模式可以分成融合教育和封闭式教育这两大类。封闭式教育顾名思义，就是把身心障碍的学生全部关在特殊学校接受教育，过着与其他同年龄的学生分开的一个教育学习的过程。融合教育是指把一定能力的学生跟一般的学生放在一起学习，希望让大众能够认识身心障碍的学生，知道要如何与他们相处。因为身心障碍者有一天都要和其他人一样一起生活、一起工作，所以彼此要从小就互相认识、学习。为什么谈就业要谈教育这件事呢？可能有许多老师都不知道。这是一个被设计过的一个过程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自己是呆呆的，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，又不能随便站起来走动，也不能趴在书桌上睡大头觉，为什么要逼身心障碍的孩子做这一件事呢？在班上乖乖的坐着听课。其实最大的用意在于训练孩子能坐得住的这个能力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去工厂的生产线工作，每一天的动作都是一样的一个动作，要做3000次，很多人会觉得枯燥乏味，就做不下去了。但是经过12年做工的训练，身障的朋友能够坐得住，能够面对无聊、枯燥乏味的、听不懂的工作环境，就能够稳定工作。如果工厂不倒，可能他还可以做到退休。所以这就是为了工作的一种训练，而不是关注在课业上有没有听得懂的这件事上。对于心智障碍的朋友来说，要进入职场工作的第一件事情，不是如何写履历，而是工作的各种预备动作。例如衣服的穿着，基本上是干净清洁就好，但是不要穿得过于暴露，造成其他员工在工作上的分心，或过于专注在自己的幻想当中。有一个时期很流行穿垮裤，有些人把裤子的裤管拖在地上，有些工作场所，特别是工厂，老板看到这样的孩子就会担心，会不会来这里上班因为穿着的关系勾到机器或勾到其他东西，造成工安的事故。多半看到这样的朋友，老板就会直接拒绝，说他没有办法使用这样子的一个
身障的朋友。我自己也曾经听说过，有一位男的就辅员讲述带一位女性的服务使用者去面试工作的经验。他们相约在早上8点半，结果服务使用者来了，这一位男性的辅导员就傻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服务使用者没有穿内衣，胸前很明显的激凸。请问大家，早上8点半要去哪里可以买得到女性的内衣呢？对，这个时间只有菜市场有机会可以找找看。我这位男性的就辅员只好硬着头皮带着服务使用者去菜市场买内衣，很顺利的买到了内衣，也顺利的面试。请不要考验就辅人员的能耐，学校也没有教过我们要去哪里买女性的内衣。工作态度是能不能尽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关卡。工作态度可以分2个部分，第一个是礼貌和守规矩，第二个是工作品质。听起来很简单，训练一个小朋友一样，但是对心智障碍的朋友来说，有礼貌、守规矩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，他们没办法理解。如果说你看到人要问好，这样子比较好教，也比较能够理解。如果是家教好一点的工作，能够成功一小步。守规矩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，我们要把明文的规定、潜规则与组织的文化等等，太多的东西需要做说明，但是至少要做到不能乱动桌上的东西，心中不会想说去摸一下试试看。工作品质有一个部分跟守规矩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，例如擦桌子，就辅员教服务使用者由左而右，由上而下擦3遍，结果服务使用者就随便擦个2下就结束了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对有障碍的人是要学习很久才能学会，而且品质上面是不会偷懒的。下一集有关于就业的影片，我们来谈一谈就业前的一些训练服务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